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我刚被抓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是不认罪啊，所以就被那个大人打得浑身骨头都碎了，连我的手筋都给挑断了。那个大人那么残忍啊！你想想看，我这么清白的人，都被打成这样。你要是不认罪的话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你吗？他们一定会把你打成残废的。我不要变残废，我不要变神经病，也不要背个大舌头，我不要。那你说，是不是你陷害我的？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还狡辩？你要是再不承认的话，那我们就跟你同归于尽。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是不是你？为什么要陷害我们？为什么？我说，是我妈让我装死，不管我的事情。是不是你在酒里下了迷药？是我妈让我放在胭脂水粉里面，不要找我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是实话，我没有骗你们，都是我妈让我干的，你们别再靠近了。哦，是红妈呀，明白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晋生，你刚才装的也太像了。噗，我这个是朱砂混的水，假血吗？你也不赖啊！我很卖力了，我一直在晃得我头晕啊。先生嘴巴，先生这假手啊，真像啊，特别像。哎，这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原来是你们！有劳了，姑娘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们既然知道了真相，就放了我吧。不能放。封将军，徐大人，真的是大人，大人，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，大人！小翠，既然你已经承认是红妈派你来装死陷害方林的，那好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对我讲述所有的真相，我会考虑从轻发落的。我认，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成痴呆，不割我的舌头，不挑断我的手筋脚筋，我都认。我问你，此事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我都是红妈主使我做的，我不知道她是谁主使的。看来他并没有骗我们。那看来此案的关键证人就是这个红妈了。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下，已经有5、6个尸身了。我相信那些打手一定会去通知红妈小翠失踪的事情。徐大人的意思是红妈会逃之夭夭？我马上就派人把这个红妈带过来。那你们把我放了吧。武少爷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可是你练飞镖，为什么要蒙起双眼啊？我袖中飞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开着眼放已是力无虚发。想再有突破的话，
必须蒙住双眼，凭感觉去放。哎呀，那我就是有10条命也不够死了。闭嘴！中没中？少爷，少爷！哎呀，少爷，我的小命差点就没了。这个飞镖已经失去手感了，已经旧了，不管用了。为您新赶制的飞镖已经铸造好了，您自己看吧。安启门的工匠是按照少爷的设计图样做的，怎么样，少爷？好，不错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呀？你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少爷，您现在的功夫真是如日中天啊！那还用说？好手感，果然是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小翠被人抓走了。被抓走了？谁干的？不知道，对方蒙着面，而且武功高强，我们完全不是他对手，被打回来了。是。少爷，会不会又是救走方林的那帮人所为？他们抓走小翠，目的就是让方林洗脱罪名。假如小翠被抓过去做了证人，那一定会供出红妈。事到如今，关键人物是红妈。你怎么来了？红妈，你这大包小包的，准备去哪儿啊？我老家有点事，我回去一趟吧。你家里不是已经没有亲人了吗？远房亲戚嘛。小翠在半路上被人抓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武少爷让我来送你一程，你看，你这包袱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让我送你一程吧。那谢谢武少爷的大恩大德了。来，跟我走吧。阿弟已经把马车准备好了。来。等等，阿兵哥，不是阿弟告诉我有马车在这边等的吗？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？红妈，你是这件事的关键证人，武少爷容不下你。阿兵哥，你发慈悲吧，放我一马，我真的不会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对不住了，红妈，别让我们难做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阿兵哥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阿兵哥，放了我吧，阿兵哥。红妈，阿兵哥，别怪我。你奏这步棋有何意义？价值不在于这步棋，而在于运用它的人。你
你这样是不按规矩，在实战行军上，万万行不通的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没有什么行不通的。放肆！你这算是什么狗屁道理？义父，哦，李大人匆匆来到，不知有何急事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单说无妨。啊，李之到来，正是因为凤来楼奸杀案一事有变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案中的重要人物小翠，被神秘人劫走了。如果小翠供出一切，那么将对武家十分不利。什么？放心吧，小翠并不知道这案件与我有关，知道的是凤来楼的红妈，而红妈，我已经找人去解决了。什么？你生出这许多乱子，现在还要杀人？我是解决问题，如果不杀红妈的话，就真会出乱子了。你真的是要气死我呀！你自己想不通而已。兔崽子你！义父息怒。好，我来问你，就算你杀了红妈，红妈的尸体你怎么处置？我已经叫阿兵阿弟，把她的尸体埋在荒山之中，这一辈子都没人能够找到她。可是武少爷，麻烦你看紧一点，保证你那2个手下做事干净利索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就不需要你来插手了。义父，那李治就下令封锁凤来楼，当红妈是失踪案件处理。李治啊，此案你要尽快完结。红妈虽然已经解决，但现在想要借嫁祸凤岭来洗脱罪名，也没有可能。这样，你随便找个替死鬼，把所有罪行都推到他身上。是，义父。将军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将军，将军来得正好。我的秦兵到凤来楼的时候，那儿已经有一众衙役把凤来楼包围了。红妈被抓了，失踪了。失踪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红妈应该不是失踪，而是被杀人灭口了。1天不见到红妈的尸首，你这推断便不做准。你的意思是红妈还活着？为什么？是直觉。直觉？办案怎么能靠直觉呢？如若红妈果真被人所杀的话，那一定是武威所为。所以只要派郭姑娘前去，暗中调查武威一番，不就自然水落石出了？不管红妈是生是死，眼下一切的线索都断了。虽然我们并不能证明武威就是幕后黑手，但我们有收获。至少那个小翠还在我们手里边。当前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让李治知道小翠还没有死，替你洗刷冤情。至于其他的事情呢，我们容后再详议吧。好，此事交给我来办。你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果然不出义父所料，徐天佑已经帮方林把所有罪名全部洗脱了。徐天佑果真是一个人才啊，义父没有看走眼。可是新兰心里还有些事情想不明白。你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让徐天佑去救方林是吧？新兰曾经怀疑过，义父是想借徐天佑来京城之后，定他一个擅离职守之罪，参他一本。可是后来又觉得不对劲儿。徐天佑为了救方林，一定会全力破案。以徐天佑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个性格，1天证明不了500万和武威是凶手的话，他1天不罢休。
那就等于徐天佑替义父牵制这500万，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除周、超杨家。好，说得好。任徐天佑再聪明，他也不会想到已经沦为我手中的一枚棋子。等他想明白的时候，已经为时晚矣呀。如此周密的计划，义父果然是深谋远虑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不说这些了。来来来，快尝尝义父的心意吧。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封将军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将军见谅啊！李大人，你不必多礼。衙门里事务繁忙，怎敢劳烦李大人来伺候我呀？啊，封将军言重了。不知道将军到此有何贵干呢？本将军查到了，凤来楼奸杀案根本就没有死人。此话怎讲呢？因为案中所谓的死者小翠，她根本就没有死。对，将军，本官也发现了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小翠的，此案另有隐情。李大人，你如此聪明，难道你就看不出这是一桩栽赃陷害的案子吗？哼，本官已经查到，这个小翠是受到红妈的指使，迷晕方林，然后设下了奸杀案的布局。那你可有找过这个红妈盘问？有，只可惜本官派人去凤来楼的时候，早已人去楼空。李大人，你不觉得红妈的失踪有可疑之处吗？栽赃嫁祸之事败露，所以便一走了之，对不对？这个红妈与方林是无冤无仇，她根本没有动机要陷害方林。哼，这个就无从计较了。谁知道方林有没有得罪红妈，又或是这个红妈看方林富有，财迷心窍，便和小翠一起谋害方林。李大人，你分析案情果然独到，本将军实在佩服。虽然本官失去了所有线索，但是峰回路转，就在将军来到府衙之前，真正的凶手已经到衙门投案自首，因为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供出了一切，本官已经将他收监了。哼，好啊，李大人办案果然得力，有李大人这样的人当官，那真是百姓之福啊！不敢当。凤来楼奸杀案终于可以结案，京城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我相信，本官心里和封将军心里的石头，也终于可以放下了。来，在下能够成功脱罪，感谢各位的相助。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啊！来，还敢喝酒啊？还嫌自己酒后闹事不够麻烦吗？谁酒后闹事了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那是喝了迷药了。还不都一样，迷迷糊糊的。少喝一点没事儿。封将军，感谢帮助在下。我这杯先敬您了啊。方先生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案子虽然结束了，但明显是李氏找了个替罪羊，美中不足是我未能把武威绳之以法。冯兄，这事儿急不了一时。我想以武威他的性子，说不准哪天闯出大祸，自食其果。嗯，没错，那个武威生性卑劣，早就应该有人出来教训他一下。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武威，就凭他的办事手段，我就认定他肯定是那种神憎鬼厌的恶少爷。没错，这种富家公子最讨厌了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富家公子最讨厌了？说话注意点。徐大人，在下已经顺利脱罪，你就不要在京城多耽误时间了，早日回到滁州啊！我呢，等会试一开考，尽快就赶回去。方先生，你还不了解本官？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何时做事半途而废过？我也跟封将军商量过了，反正本官已经来到京城，必要好好的调查武威的案子。对，这个500万的势力在朝中是根深蒂固，这也是长久的忧患。而且这个500万，为人奸诈，小心谨慎，善使阴毒手段。如今他那个儿子武威
成了嫌犯，我们得好好趁这个机会去参他一本。对。难怪徐大人和封将军积极地调查此案。原来除了帮助方某，还有更高更远的目标啊！方先生，这就是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啊。是啊，这武科举在即，武威呢又是今届的考生之一，我相信届时他定会露出马脚，咱们就从他入手，应该能借此扳倒500万。啊！来，来。赵俊，先生，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欣赏伴随封将军征战多年的战甲而已。啊，咱们来这封府也住了多日了，你每晚过来欣赏，难道还没看够吗？好的事物百看不厌，我要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就会心旷神怡。这喜欢的东西啊，看得越多，说明你心里边越有事儿。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的心里边是不是一直在挣扎考武科举的事儿啊？啊？怎么会呢，先生？我早就弃武从文了。我这次来京城是专门考会试的。哎，只是我答应过封将军，要将功赎罪。这跟将功赎罪没有关系。你心里想考这个武状元，只是你碍于答应了赵将军要弃武从文，怕他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会生你的气，对不对？既然先生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先生我也不瞒你了，我真的想放弃会试去考武科举。那如果你真的去考这个武科举，有信心吗？当然有了。武科举分文试和武试，一直以来幸得先生的教导，现在我应付文试绰绰有余。至于武试，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强项啊。先生，我要是去考的话，肯定能名列前茅。要想成功啊，必须要选择自己有信心的事做。怎么，先生，你也支持我考武科举啊？我是担心逼你去考会试的话，届时名落孙山，会毁了你的一片大好前程啊。可是我要去考武科举，如何向我爹交代啊？我早就答应他弃武从文了。你呀，现在也不小了，应该学会如何自行解决问题。先生，我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，才请教你的呀。想解决问题，必须直接面对。要我说呀，还是跟你爹如实相告吧。哎，先生，你说我先斩后奏行吗？这只是把事情压后啊，终究还是要面对的。那怎么办？二位，哎，封将军，方先生，能不能请你借一步？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赵俊谈。啊，你们慢慢谈，在下先行告退了。封将军，你有话要跟我谈？赵俊，咱俩那笔账是不是该算算了？封将军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清楚，是关于你要我考武科举的事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？难道现在你想反悔？不是，考武科举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了，我求之不得。可是我本来是要考文科举的，现在突然转武科举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。你担心你家里人会反对？是。哼，那就奇怪了。封将军何出此言？你父亲也是带兵打仗之人，难道他不希望子承父业？怎么，封将军跟我爹认识？你爹，镇远大将军赵鹏飞，大明军中是无人不识。赵军，你跟我走一趟，有个人想见见你。好。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封将军让我来的。末将参见赵将军。封将军，
你给我爹。赵军，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追随你爹，从一名前锋小卒，一直做到了赵将军身边的一名副将。封将军智勇双全，我只是替朝廷选拔人才而已。末将不才，当年那一战，如果不是我掉进了敌人的陷阱，就不会连累赵将军冒险相救，丧失一腿。我可是义军之帅啊，那么多人的性命在我手里，这比一己之命更重要。以一条腿换一条命，我觉得值。将军的救命之恩，末将没齿难忘。原来封将军曾是追随我爹多年的部下，难怪当日我大闹封府，封将军仍愿放我一马。赵军，当天你对我出手，从你的武功套路我就判断出你是师承赵将军，而且我也猜到了，你就是赵将军的儿子。这次封将军让我来，就是因为你大闹封府，出手伤人，闯下了大祸。我将军，飞爷，这次我让你来的目的，主要是想让你这个作为镇远大将军的父亲，能够分享儿子进考武科举的喜悦。什么？你想考武科举？爹，是封将军逼我考的。分明是你自己偷偷考的，还想抵赖？将军，确是我要求的。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时，末将也想像当年赵将军一样，替朝廷选拔人才。别人不明白，你还不懂吗？我不想让他考武科举，不想让他当兵，就是不想让他有机会接触沙场。我也不想让他步我的后尘。唉，封继阳向将军承诺，如果赵郡高中，那他只会收归到我封家军的麾下。就算我封继阳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也绝不会让赵郡有任何损伤。这正是我不想看到的事情。你是我的爱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若真发生了意外，叫我心何以安呐？爹，其实孩儿一直想告诉你，在方先生指导下，孩儿确有用心读书，才考得举人赴京考会试。可孩儿对武术的热情从未减退过。本来孩儿已经打消了考武状元的念头，可自从遇到封将军之后，却重燃了对武状元的向往。爹，这是上天的旨意。别说了，你这是在找借口。爹，孩儿真心想考武状元，望爹成全。赵将军，如果赵郡不是练武奇才，我也绝对不会极力保荐。就算将军是为了朝廷着想，给赵郡一次机会。爹，您就答应孩儿吧。雁行镇的兵力配置，如大雁飞过的斜行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。吴少爷，我连续演示了几个阵势，我们温习一下。你先排一个长蛇阵给为师看。先生，我已经在这儿坐半天了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练功啊？吴少爷，这维儿，爹，等你学会了这些阵势，便没有人会阻止你练功。先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我叫人准备了茶和糕点，请到大厅享用。谢谢吴老爷，多谢。来，维儿啊，这行军打仗并非单靠武力。兵法守则必须学以致用，方能运筹帷幄。爹呀，行军阵势来来去去就是这些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武功要高强。这个武科举的文试快要到了，备试期间也不宜掉以轻心。文武二试的比重同样重要，缺一不可。孩儿知道爹一定会为孩儿安排一切的。这次武科举，我志在必得。夜郎自大只会害了你，
听爹的，这段日子呢，千万要低调行事，不要再节外生枝。凤来楼的奸杀案得以撤销，全赖于风继阳将军的插手处理，而他正是本届武科举的主考官。哼，风继阳又如何？我就不相信一箱箱的黄金放在他眼前，他不会摇尾乞怜的抢要。为了功名，再多的黄金，我们武家都花得起。风将军是习武之人，他轻财重义，对财帛金银无动于衷。不过他为人行侠仗义。威尔，你只要在适当的时机，在他面前体现出侠者风范，他必对你印象深刻。看你往哪儿跑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！谁啊？啊！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识相的话就给老子滚远点，要不然今天就要你好看！哼，就凭你们两个，还不滚！走，快！原来是风将军，在下武威，是应届武科举的考生。小子，你身手不错。谢风将军夸奖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我们习武之人的本分。望风将军见谅小人动武。你的戏演得太烂了。以你的身手，如果好好练功，我相信有朝一日你必定可以成大器。又何必花那么多的心思来演这场戏，拉拢本将军？如果我是你，就刻苦练功，不要再走旁门左道。赵军，你的进攻虽然猛烈，但是过于激进，这样只会露出你的破绽，终将败阵。风将军，未免有些言之过早了吧？赵军，你们赵家的横扫千军虽然厉害，但是也有他的弊端。如若你在高处制敌之时，便没那么得心应手。敌不动我不动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好，打得好，承让了，风将军。爹，多亏您的点拨，要不然我赢不了风将军。赵家的横扫天军是不会输的。赵将军，
赵俊没让赵家失礼。如果日后加以点拨，他必定高中武科举。我们赵家的人必定高中武科举。高中武科举？爹，还是刚才没听错吧？您说赵家的人定能高中武科举，指的是孩儿我吗？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不是说你说谁呀？那爹的意思是，今天你在梅花庄上，爹仿佛看见了从前的自己，爹是被你感动了。那爹是同意孩儿考武科举了？哎，但我要告诉你啊，你绝对不能丢镇远大将军赵鹏飞的脸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请爹放心，孩儿一定尽我所能考取武状元，若不能高中，绝不回来见爹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您慢点。爹跟你说啊，这考试啊跟行军打仗一样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。在武科举的文士中，爹是信得过你的。爹，孩儿之所以对考武科举文士有信心，全靠方先生的指教。这在武士方面呢，你的骑术和射术，爹也不担心。你唯一有难度的，应该是应变这一关。请爹指教。你看，在应变这一关，所有的考生都会被带到树林去，天亮之前必须逃到山脚下，这才能过关。我问你，如果给你一袋弓箭或是一些简单的工具，二选其一带到森林里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孩儿一定是选择武器了。危险的时候，只有武器能化险为夷啊！错。为什么？武器只能攻，不能守。简单的工具稍加运用，它就可能帮你求生。你切记，行军的第一戒就是保命。只有保住生命，才能战斗下去；只有战斗下去，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啊！爹，孩儿明白了。这把刀虽然平淡无奇，但它跟爹呀征战沙场好多年了。当你在荒山野岭的时候，它也许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今天呀，爹就把它送给你，也算是对你考武科举的一种信任吧。谢谢爹。这届武科举考试，爹相信你能考出好成绩，不要让爹失望。孩儿一定不负爹所望。各位，今天站到这里的，都已经通过了文士的考核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行武士的考核。本将军是今年武士考核的主考官，封继阳。封将军好。今年我们武士的考核分为3个回合，分别是骑马、剑术，还有应变。3个回合结束以后，成绩排在前8名的考生，将有资格参加今届武科举的最终角逐。到时候，将由皇上亲自监考，并且由皇上亲自钦点武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在考核之前，本将军有一些经验之谈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武科举的考试只有1个字，那就是拼。希望大家全力以赴。本将军期望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能和诸位一起，在沙场共同抗敌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本回合要求各位考生在马背上互相较技，谁第一个冲过终点，拔得旗帜。
谁就是本回合的第1名。在较技的过程中，凡是有落马者，立即取消比赛资格。看来今届的武状元，就是赵俊与武威之争了。将军，您更看好哪一个？论气势，这个武威是来势汹汹，犹如猛虎下山。正所谓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气势，在沙场上非常重要。赵俊的气势，的确稍逊呐。不过赵俊是身手与冷静兼备，这一点，作为一个将帅是必不可少的素质。他们各有擅长，的确难以选择啊。关键还要看武德。这个武威心术不正，就算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我看他也不会有大将之风。那赵俊呢？赵俊嘛，做事畏首畏尾。如果他的胸怀一天放不开，他就一天得不到进步。接下来还有剑术和应变，我们慢慢看吧。是。第2回合，剑术。此回合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要求考生在100步之外，向箭靶各发3箭。第2部分，要求考生骑着马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想这2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